因为晨晨的原因，我想我们暂时不要离婚了。这好事儿，老婆。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改的。你把你睡觉的东西都暂时先搬到客房吧。行。老婆，你看着，我会好好调整自己的，放心。我到医院去看晨晨了。慢点，老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王大哥，你好好看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兄弟啊，你这是难为我。怎么了？这东西不能抵押呀？不，那倒不是。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家再找找看。你做生意这么多年了，你老婆家底儿又不菲，又是独生女，也可以说那是金枝玉叶。找点硬通货，什么钻石啊、金条啊，这东西有成熟的二级市场，变现容易。哎，你说你这块石头是它雕工不错，可是这造假的水太深了，这 A 货和 B 货天壤之别。王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也知道我老婆有家底儿，这东西就从她娘家带回来的，您放心，不会有假。要不信的话，咱们到市场找个人评估一下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要不等着钱周转的话，我不可能拿出来的。兄弟，我可问清楚了，你拿这块石头，你老婆知道不知道上我这儿来抵押？别到时候你们俩闹意见打起来，闹到我这儿来，我可太不值了。我可是为了帮朋友的忙。不会的，王大哥，您放心啊。再说我很快就会拿钱把它赎回去的，不会闹你这儿来的。行，看在咱哥俩交情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是吃哪碗饭。说实话，你那100万，我也得上朋友那儿周转。谢王大哥。不过，他这东西啊，我也不太懂。不过，你媳妇儿那是有家底的人，我琢磨着她值俩钱。不过最多，撑死也就50、60万了。50、60万呐？怎么，这还少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其实啊，咱哥俩这交情，这抵押物它就是走个景，走走形式，走个程序。你公司开这么大，我还怕你跑啊？行，就卖你个面子，借你100万。王大哥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
不过咱丑话说头了，这东西得压到我朋友那儿。我呢就卖你个面子，让朋友借你这100万，谁让你管我叫大哥呢？谢谢王大哥，您放心啊，我很快就连门带礼把钱给您还回来。得嘞，咱说好了，10天之内108万。这10天以后，我可就，必须的，王大哥，必须的，王哥，谢谢。好，那就说妥了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喂，你给我打电话说了要钱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房间都收拾好了，你要有空过来坐坐呗。我忙着呢，有什么话快说。啊，我炖了锅鸡汤，你晚上下班过来喝吧。我不吃，谢谢你啊，你自个儿吃。我特意为你炖的，你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吧。行，我谢谢你，你的情我领了，好吧？ 800万买了个太平，而黄婉萍口气中的关切和讨好，居然令赵思文有些自得。他笃信，只要有钱，没有办不了的事。妈妈，我们班同学他爸爸妈妈离婚了。晨晨很怕爸爸妈妈离婚吗？班以前那个同学他特别好，现在他变了，是我们班最闹的了。放心啊，宝贝，妈妈不会跟爸爸离婚的。那爸爸呢？爸爸也不会。妈妈，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很乖很乖，听你和爸爸的话的。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嗯。
老婆，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，你怎么都不回啊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没听到啊！哟，还真有几个未接电话。华汇市场太闹了，根本没听见。有事儿，老婆？啊，有事儿。那个放在家里面的一块玉石，你看到了吗？玉？啊，什么玉啊？就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的，大概这么大的，这么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拿了。前两天想跟你说来着呢，后来乱七八糟那么多事儿就给忘了。拿哪儿去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不是说不懂玉别瞎买吗？避免上当啊！你快说，你拿哪儿去了？我前几天公司缺现金，人家需要抵押物，我一看家里正好有这么块东西，我琢磨着也不值什么钱，就拿去抵押了。没关系，走走形式而已，过2年能赎回来。抵押了？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抵押呢？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呢？你急什么呀？这不家里东西吗？我用一用，没什么吧？你用是没什么，那你快把它给拿回来！你快去呀！子越，前一段时间公司资金紧张，我为了公司的周转，我求爷爷告奶奶的，人好不容易答应给我们一笔钱，我为谁呀？我为咱们公司，为了咱们这个家呀！今天我又谈成一笔生意，我特别高兴，我兴冲冲的去到花卉市场买了一束花给你，因为什么呀？你喜欢花，我愿意你跟我分享。谁知道我进到门来以后，你不问青红皂白，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数，怎么了？一块石头那么重要啊？咱至于吗，老婆？你顶了多少钱呀？100万。100万，好，赶紧凑钱把东西赎回来。哎，我不是家里没钱吗？100万从哪儿凑啊？开玩笑吗？不是。我要把家里面值钱的能卖的全卖了，把机器人股票全抛了，怎么着也能凑够这100万吧？哎，这玉有那么重要吗？看把你急成这样。那不是我的东西，那是别人存放在我这儿的，明白吗？存放？对。块玉嘛，你至于跟我生那么大气吗？我还不为了咱们家公司啊！这不仅仅是一块玉的问题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有困难的话，为什么不去跟我爸商量一下呢？我不也是怕你们担心吗？再说我也就想借用一下，你没必要发那么大火吧？你这是借吗？你连跟我说一声都没有，这算是借吗？子越，我知道你最近对我有情绪，
但你也不能这么看我吧？咱们夫妻那么多年情分，还不如一块破石头吗？标价再高，到时候要出手的时候还是有价无市啊！你还不如现在就给王老大算了，干嘛花那么大钱给他赎回来呢？明明是你的错，你怎么说话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块玉不管我花多大的价钱，我也要把它赎回来。子越，听我说，咱们这个话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样吧，你把上个月的账单复印一份送到我家来，我看了以后再说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了这是？公司来的电话。思文不是在公司吗？怎么打到你这儿了？正因为他在公司，才会出这种事儿。哟，兄弟来了。王大哥，这我爱人。子越，这王老板。难得尊夫人大驾光临，不是荣幸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这是我这兄弟啊，昨天刚送的茶，味儿不错，要不要尝尝？王大哥，茶就免了。今儿我和我爱人过来就想谈一谈玉的事儿。哎呀，老弟啊，现在呢出了点事儿，我百分郁闷，一直没找着合适的时间跟你说呢。什么意思啊，王大哥？你也知道，你那100万是我从朋友那儿抽出来借的。我那朋友不想把钱借给你，是我担了保，所以才把钱借给你。你把玉拿来，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放的款，让你公司周转。本来呢，想到期以后，还玉收钱，我呢挣点利息，咱们不是朋友嘛，对吧？那既然现在日子没到，我们今天带了利息，加上本金，一共是108万，1分都不少，给您带来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九江那个老王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咱们公司该人家钱，居然拖了1个月都没给，人家跑到公司来要。思文告诉他不在公司，结果呢，人老王在公司居然见到了他。哎呦，他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电话是思文的秘书打来的。他秘书说呀，思文曾经嘱咐过他，说有人找他呢，就说他不在，出差了。结果呢，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呢，他自己还要来公司。秘书啊，觉得这有事儿，所以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小华，你给月月打个电话，让他回家一趟，问问思文到底怎么回事。哦，好。别别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嘿，他给我挂了他。自打你走以后，我就小心翼翼地把你的玉锁在我那保险柜里。可谁知道，我就出了一趟差，回来以后就发现保险柜被撬了。别着急，我可是第一时间就报案了，警察也来现场了，不过案还没破。可是，不能您说没它就没了呀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对吧？弟妹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他不光是我说，连警察都是这个鉴定结果。你要不信，到公安局去问问。我真的报案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我寻思咱这样，这钱呢，你先不用还，咱什么时候把玉找着，你再把钱拿回来，然后把玉拿走。要是玉找不着呢，就算我吃亏，这钱我也不要了。没办法，这是天意，我也遗憾。王老板，我们其实今天来就是想要回这块玉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如果您觉得利息不够的话，那您给开个价。弟妹，我听你这话好像是我胡说八道，编个故事蒙你们吗？您是不是蒙我们？您自己心里清楚，对吗？行了，别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。
我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那才叫冤呐！王老大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说这话，啊，没劲了吧？赵思文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咱们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块玉作价60万，我给了你100万，你赚了大便宜了，你还不满意？要不这样，钱你留下，我赔你一块60万的玉，咱俩两清。要是你还不服气，你就拿那份协议去找个律师到法院去告我奉陪到底。您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谁给你们做的价？什么60万呢？啊！我不跟你说，你老公心里明白。那块玉值200万，谁给你估的价呀？你想和我们是不是？什么呀你？我愿意，我保险柜被盗，我也有损失。那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？啊，是骗子公司吗？请你把东西还给我们。你的东西哪儿写着呢？我们有法律文件，有协议。在这儿跟我提法律，你跟我讲法律？你开玩笑啊你！你干什么？赵思文，赵思文。行啊，长本事了是吧？我们今天来，就是想要回我们的那块玉。如果你不给的话，我们就要报警。你报！我求求你，现在就报！你跑我这儿动手打人，你看警察是抓我呀，还是抓你们？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你爱走不走，我再仔仔细细跟你们说清楚了。你记着，玉没有了，被盗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听清楚没有？老程啊，破月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呦，想什么呢？不会有事儿的。哎呀，再打！妈，您有什么事就快说吧，我这正忙着呢。哎，你别挂，别挂，你先别挂。我跟你爸爸就想问你，你最近跟赵思文好不好？你们忙什么呢？挺好的，晚一点再打给你吧。啊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怎么回事？挂了。那月月到底怎么说的呀？哎呀，他说他跟赵思文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这孩子，你说这……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还没想到办法。真的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吗？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孙子敢黑我们，就看准了我们没辙。我一开始真以为那块破石头不值什么钱，他给我100万的时候，我还挺高兴的，我还以为他看走眼了。谁知道吃大亏的是我们，还吃一个哑巴亏。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沾上关系呢？你也不怕这样传出去会败坏了公司的名誉？要不为了公司的生意，我犯得着跟他打交道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会收别人那么贵重的礼物啊？还不告诉我？要不你瞒着我，咱们能吃那么大亏吗？我说了，那个东西它不是我的，是别人暂时放在我这儿的，我是要还的。你现在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呀？怎么面对呀？实话实说呗，丢了呀，这事实啊。他自愿放在你这儿了吧？那他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，承受这种意外损失啊。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为什么还要这么理直气壮呢？如果你公司需要钱，你可以坦白的告诉我，我跟我爸说咱把房子卖了，也好过你偷我东西吧。什么？我是你老公，这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俩共有的，我是这家的男主人，我偷你东西。
还没问你，这块玉谁送给你的？我问你话呢，程子月。是我捐献骨髓救的那个人送的。捐骨髓？你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打算让你知道。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说说吧。没有什么，其实不告诉你们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不想让你们拒绝，其他的没有别的。那你捐献给他骨髓，他送你礼物，这不两清了吗？还有什么说的呀？那个东西我不能要，我当时是因为我没法拒绝，我才没法拒绝。你跟宋玉的人到底什么关系啊，程子月？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。赵思文，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呀？啊？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变得这么的低级和庸俗？我低级，我庸俗，我这么做还不为了你们程家的公司吗？没我赵思文的低级，你爸能那么逍遥，那么轻松吗？没我的庸俗，谁跟你们家签合同？我在外面哈着腰陪别人喝酒的时候，没人嫌我低级啊！我给程家大把运钞票的时候，没人嫌我庸俗啊！现在我碰到问题了，遇到困难了，我就是个臭狗屎！你别转移话题行吗？谁转移话题了？我不这么说，你知道我难吗？行啊，不转移话题，咱们说说这个问题。我觉得送你这块玉的人就没安好心。我算看明白了，程子月，你心里肯定有鬼，不然你不会那么着急的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偷偷去。喂，听你的语气又不高兴了？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能高兴吗？什么事儿？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想你过来一趟。等着，一会儿就来。这是干嘛呀？请用早膳。看你最近真的很累，昨天想跟你聊会儿天，结果你就睡着了。最近真是太忙了，太累了。安平，这样看你，仿佛咱们又回到了8年前。8年前，不提了吧。
还是你对我好啊，婉平。来你这儿我非常轻松，忘记了很多烦心的事儿。你要觉得来我这儿轻松，你就没事常来，这里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。婉平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早点回家。我就是骗骗自己，你走吧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公司呢？怎么了？现在马上回家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毛病啊？一大早让我回家，我这忙着呢啊！我说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那我去公司找你。好好，我马上回去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非让我回家来了？现在？我爸今天让我回去了一趟，他说公司的账上少了800万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起来。老婆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你先起来，你有什么事起来再说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一辈子不起来。到底是怎么了？能告诉我吗？我前段时间去珠海出差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陪客户应酬的时候，朋友说要带我去澳门玩一玩。你去了吗？我去了，没敢跟你说。
他们带我去了赌场，说就去玩一玩，小赌怡情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也就想着去看一看，所以我就……然后呢？老婆，我发誓，我一开始去的时候，我就想去看一看，我没有赌心，真没有赌心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对那赌那玩意儿我真的不感兴趣。我平时我连……然后呢？我进到赌场以后，我没想到赌场那么大，那么壮观，我傻了，我一开始也就坐在他们旁边看一看，后来他们就忽悠我说：“你玩一玩吧，没什么的，挺小的，没关系。”我就上手了。我坐下来一上手，所有事情都不由我控制了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只输了一点儿，我就输了一点，我不甘心，我想扳回来，我想我手气没那么臭，我就越玩越大。最后我竟然就输了500万，我一下子我就懵了。回来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要还珠海朋友的钱，所以我就，所以你就偷了那块玉，是吗？老婆，我当时真的想出办法。别生气好吗？我一定会想办法早点把窟窿堵上的。咱们夫妻那么些年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的为人，我绝对以后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，老婆。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当时一下子筹不了那么多钱，但是我知道不能再拖了。我当时还钱的时候连本带利，我已经800万了。他们打电话跟我说，如果你再不还，我就还不了了。我当时真是没有办法，我才会那么糊涂的。老婆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我爸在家问我的时候，我还帮你掩饰，我还帮你盖躲，我觉得你不会是这样的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呢？老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，你能不能求求咱爸消消气儿？你老公这些年鞍前马后、做牛做马的，为公司也挣了不少钱，能不能就算是将功补过呢？你让我怎么帮你？我怎么跟我爸说？这不是8万、80万，是800万。你拿什么将功补过啊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咱爸，我对不起咱们的公司，我更对不起咱们这个家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！你打我啊！我现在真没办法，只有你能救我。你现在让我怎么帮你说呀？老婆，别人不是说吗？夫妻间碰到困难了，一定要共同来承担。咱们安静一点，想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一定。你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为晨晨，好不好啊？你忍心让晨晨这么小就没有爸爸吗？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我，你还有晨晨的话，你就不应该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老婆，我打电话来了，我求你先别告诉我们好吗？哎妈，思文啊，子越他妈来电话了，他
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我什么也甭说了，赶紧回家来，赶紧！老婆，我妈打电话来说，你妈已经跟她说了，让我们赶紧回家一趟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帮我！回来了。晨晨呢？在房间写作业呢。哦，那我去看看他。你也坐得下，你还能坐得住吗？思文，那事儿是真的吗？我问你话呢。是还是不是？我错了吧？挪用资金，那可是违法呀，那是要坐牢的。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啊？我今天都不相信自己这耳朵。我活到这么大岁数，我觉得今天我丢人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话呀！我赌博输光了。思文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中什么邪了？你怎么能拿钱去赌呢？赌博呀，那是人这一辈子都不能沾的。凡是沾赌的人，必定是无德丧志。你这是放着好日子不过呀！爸，你小声一点，我女儿在里边，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？你还要脸呢？写吧。你对得起人家子越吗？你对得起老程家人对你的信任吗？是，我对不起程家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子越，我对不起所有人。我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蛋，我这种人就应该拉出去枪毙死了得了，大家都省心。思文，你说什么了？你想气死我们呢？我说的有错吗，妈？
我出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只知道骂我、怨我，有没有人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有谁要帮我吗？你还有你了？我怎么养了？老赵，你我养了你这么个东西啊！老赵，你干嘛？你这干什么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躲开！要干什么你？老赵，哎呀！我拍死你！别打了，儿子已经认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儿子失了那么多的钱，他心里不难受吗？他没有压力吗？如果他想不开，有个3长2短的怎么办？你就算今天把他打死了，钱能回来吗？老赵，钱能回来吗？子越，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，就是思文死了也，什么事也解决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他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样子呢？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！你说他心里得遭多大的罪呀？这种时候，作为夫妻就应该为他分忧解难，不然的话，万一他想不开，他有个3长2短，咱们家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呀？老赵，你说句话呀！怨我，都怨我，是我没教育好这个孽种。哎呦，爸，别这样，子越呀，是我们老赵家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呐，我们这时候得帮思文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他是混蛋，可是他毕竟是晨晨的爸爸，你的丈夫啊。如果他去坐了牢，晨晨以后怎么活呀？这一辈子要让人戳脊梁骨的呀。妈，我可以原谅他，可是法律能原谅他吗？难道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应该承担错误吗？子越，你是要看着思文去坐牢啊？我不知道，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子越呀，我们得帮帮思文，啊，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子越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妈，我给你跪。你起来。子越，思文有错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有错。你能不能去求你爸爸，给他求个情？我们一定想办法把钱还上，只要让我儿子不坐牢，好吗？妈求你了，妈求你了。呀，你呀，你现在求谁都没用啊！你只有去求子越的爸爸，就等你的岳父对你的原谅，那样你小子才有活路。儿子，快去啊！去吧啊！站起来，儿子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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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叫我，行吗？
来，老婆，晨晨，来吃饭，快！不用了，我带晨晨出去吃。慢点啊！嗨，宝贝儿，妈妈说，开开心心的去上学，不要想不开心的事儿，好吗？嗯，乖，去吧。谁呀？来了。思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有钥匙吗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吗？怎么会？快进来，我一直等你呢。哎，你喝茶喝水？什么都不喝，没心情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空远9里。你知道这房子怎么弄来的吗？我挪用了公司款。现在事情败露了，老丈人准备让我去坐牢。坐牢？这么严重吗？那程子月，他不会不管吧？他呀，可能也铁了心，不想跟我过了吧。不会吧？毕竟你们生活那么多年了，他不可能不管不顾的。我现在算是看透了，靠谁都靠不住。别人想给你了，就给你；不想给你，分分钟的事。靠谁都不如靠自个儿啊。那也不能去坐牢啊！你要去坐牢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就等着我老丈人的决定了。他想让我坐牢，易如反掌。你老丈人忍心这么做吗？他能狠得下心让他女儿，让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儿以后就孤苦伶仃吗？你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他怎么？对呀，我还有晨晨啊，我还有晨晨。多年的苦心经营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赵思文有一种被打回原形的感觉。不过，毕竟没有被扫地出门，他还有机会再站起来，他也必须再站起来。是吧？这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没在公司啊？啊？我爸呢，爸？哦，在屋里呢。哎呀，还去公司干嘛呀？你儿子现在是公司里边最不起眼的人，我不在公司，没任何人注意我。哎呀，思文，不是我说子越他们家，他们也真干得出来。要不啊，
你换个工作得了，给他们家当牛做马，还受着气，这什么事儿？这是？妈，你这公司里面人怎么说我？怎么说呀？说你儿子就吃软饭啊，我呀就嫁得好，没程子越他老爸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他怎么这么说呢？啊？啊，思文呐，就你做的那些事儿啊，你老丈人宽容你，还给你机会，你怎么能在这抱怨呢？你应该知足，你应该感恩才对呀。他老丈人是不是一直重用他？都是你自己放纵自己，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还抱怨，我都替你丢人。说完了吗？我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一无是处，我还在家里面待着干嘛呀？我走了。哎呦，思文，你看你妈没这么说你呀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他这是成心要气死我。哎呀，老赵啊，今天儿子是受了委屈，他说的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在意，别生气，好不好？你不光思路有问题，你立场也有问题。好，我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你别生气行不行啊？别生气，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我不喝。哎呀，老伴儿，你这家见面就吵，老生气。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现在我只想待在你这儿，哪儿也不想去。哎，我去给你盛碗汤。别走。乖，我就去给你盛碗汤，马上过来。你先坐会儿，坐会儿。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，反正每天都会炖一点汤，想着你要万一来了就能喝到了。怎么样？文平啊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什么都比不过家里有一个温柔的知心人。你说男人在外面拼死拼活求什么呀？不就求回家来有口热饭吃，有个说知心话的人？我赵思文不就犯一点错吗？哎，我近8年的努力拼搏，瞬间就一文不值了，好像我对程家一点贡献都没有。那你还打算翻脸呀？以前我认为啊，我把工作做好，我对子越好一点，对我的家庭好一点，对老人尊重一点，老头就能放心的把公司交给我。现在我看来，全都虚的，不可能。公司该是谁的还是谁的，老头压根儿没把我当成自家人过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反正程子越跟我提出离婚了。他说要跟你离婚，那你怎么想的？咱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好吗？我现在只要心情不好，第一个想到就是你。可见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啊！我真的好累呀，婉平，好好陪陪我好吗？谁是用情最深的那个，
就注定他付出的多，伤心的多。我在公司里边待不下去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公司出一些小状况，老头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。这一次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放过我的。那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才跑到你这儿来清静清静的。那我们分析分析情况。你看啊，程子月呢是打定了主意要跟你离婚，你老丈人呢又因为那800万瞧不上你。我估计着这公司怎么着都落不到你手上，你说对吗？这个时候你更要想清楚，你为他们家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们也不把你当一家人，现在都已经这么绝情了，那将来呢？只会变本加厉。你还对他们存有什么期待呢？你是想让我离婚吗？我只是跟你分析情况，至于怎么做呢，还要你自己做决定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有我爸、我妈，还有孩子，我得考虑多方面的问题。我就怕你考虑的再多，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的。你别忘了，人家还等着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呢。所以你听说过鳄鱼法则吗？就是一只鳄鱼，如果它咬住了你的脚，你想试图用手把它挣脱开，结果鳄鱼就会同时咬住你的手和脚。你越挣扎，它就咬得越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一旦这只鳄鱼咬了你的脚，你就只能放弃这只脚。我宁可牺牲我一只脚。我为程家当牛做马那么些年，我必须拿到我应得的。你能想明白就最好了。我先走了。我等你回来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好，谢谢。慢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看着路。先走了。
分家呢？既然我们两个人已经决定不在一起了，我觉得还是早一点把东西收拾出来比较好。这样的话，要么你先搬走，要么我搬走。就那么着急啊？决定的事情了，再拖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今儿下午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无法接通。我打到杂志社去，他们说你去找人了。找谁去了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普通朋友。找他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这是真的吗？你放我东西。我老婆可能都被别人动，我怎么就不能动你的东西？现在咱们俩还没有离婚。这个是杂志社决定的，我自己做不了主，而且这个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呢。再说这件事情跟我们两个人离婚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我怎么就觉得有关系呢？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直以来，我觉得你对咱们这个家庭，对我都是全心全意。现在突然那么决定要离婚，说要离婚就要离婚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现在才真正看清楚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是你自己看清的呢，还是别人让你看清的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，我想了很久，我才想明白。想明白什么了呢？出高价买你照片的男人和送你玉的男人是一个男人吧？对，没错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还理直气壮了是吗，程子月？那刚才送你到门口的男人也是他是吗？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个人是我捐献骨髓救的人，人家只是表示一下感激。你捐献骨髓是你自愿的，没有什么要求，他凭什么3番2次要感激你呢？就他送你那块玉，我抵押就100多万，要拿到外面卖得多少钱？他又没什么目的，凭什么送你玉？啊，他缺心眼吗？赵思文，你太低俗了！我低俗，我一直都这样。你别懂我！你以前为什么没有说我？现在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说到底就是外面有人了。你无耻！再怎么无耻，我也没让个女的把我送到家门口。程子月，用不着你给我戴绿帽子。现在就你不想跟我离婚，我也要跟你离婚。像你这种对婚姻、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女人，我还看不上呢。那就离婚吧。我们俩离婚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晨晨抚养权归我。不行，晨晨必须是我来抚养。我不可能让我闺女跟着你去受那后爸的罪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哪怕去到法院，我也不可能放弃对晨晨的抚养权。你是婚内出轨的那一方，去到法庭上，法官也不会相认，孩子不可能跟着过错方。那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，你才可以放弃晨晨的抚养权？你净身出户，房子也归我。这房子是我爸和我妈他们买的。这就是你要离婚的代价。不同意没关系，法庭上见。好。我同意。
妈妈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醒了？妈妈在给你收拾东西呀。妈妈今天带你出去住，好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爸爸妈妈，要分开了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？晨晨不希望你们分开。我们先到王爷阿姨家那儿住几天，然后我们再去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你说好吗？妈妈，晨晨想住小房子，小房子可有趣啦。